最近万斯啊，像是接到了什么下半年冲业绩的 KPI 一样啊，在各大播客节目和主流媒体里面疯狂串场啊。我昨天才说，大统领现在Taco他都不用前摇了啊，不需要铺垫了，原地掉头。我还是低估了他老人家。现在万斯就是大统领和波斯 play 的一环呢。可以说，没有了格林厄姆啊这个乙方派到大统领身边的监军之后，其实大统领的自主权反而是扩大了。万斯这次的频繁亮相，明显主要任务就是吸引火力，一边对着乙方疯狂输出，一边开始炒爱泼斯坦案的冷饭，表示爱泼斯坦案文件的公布工作存在重大瑕疵，直言我们搞砸了，生怕大家把这个事儿给忘了。毕竟相比于美国在中东军事基地截肢一般的损失，爱泼斯坦案这种脸上生疮的这个问题一下子就变成了值得大家关注并且转移更致命的矛盾的不二选择了。最绝的是，万斯还在发言里若有似无的带了一句，说爱泼斯坦案显然和美情报机构最高层有联系，那跟乙的情报机构的最高层他也有来往我一直都说看美国现在的战略博弈，你得看他想掩盖什么，而不是他在嚷嚷什么。咱们先来看看万斯这次放出的一颗重磅炸弹，也就是关于美伊冲突的这个底牌。就现在美国对伊朗进行第二波打击行动如火如荼之际万斯不仅没有因为反战的立场神隐，反而是在媒体上系统性的为美伊的外交斡旋必要且充满前景大声疾呼。当然也是在美国的战略资源在伊朗的反击中严重受损之后才开始的。他非常直白的捅破了一层窗户纸，明确的表示美国单靠武力是根本赢不了伊朗战事的。这话从美国现任副总统嘴里说出来，非常耐人寻味他甚至描绘的很具体，说美军去扔几个炸弹摧毁一下伊朗的雷达，或者打掉几架无人机和导弹，甚至向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开火，这在美军的军事能力库里其实太容易了，但是这有什么用呢？它也不解决问题这背后的地缘逻辑就是我之前给大家讲过的美国的军事威慑力现在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悖论，大统领的极限施压在真刀真枪的美伊冲突里根本玩不下去因为军事打击现在只能提供战术上的爽感，根本也达不成迫使波斯屈服，美国赢得海峡控制权的这个战略目标。不仅如此，只要冲突在这个敏感区域内不断升级，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阻，它这个风险就会直接传导到全球的能源价格上。那这对于目前急需要平抑通胀、稳定物价来保护中期选举基本盘稳定的共和党来说，那就是拿刀捅自己的大动脉嘛。所以万斯直接原话说的是，伊朗人想不想换政府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儿，美国绝对不会为了这种事儿去派15万地面部队的。美国如果去派兵干这个，本质上不就是美军在为伊朗服务吗？而美国再也不会干这种冤大头的事儿了。你看这个逻辑还挺自洽的以前这段还没说完，格林厄姆那就骂起来了现在好了，他一入土，美国的鹰派都不如鸡更有意思的是，万斯这次对乙方的态度那真的是把美国政坛讳莫如深的Mr. You Know Who 直接就在台面上给解剖了。万斯在采访的时候那真是贴脸开大直接指控有一场形势隐秘且资金雄厚的舆论行动正在专门针对他本人推动的对伊谈判进行疯狂的攻击。这些资金的源头是谁呢？就是以内部的势力，甚至呢还通过特朗普前竞选团队的工作人员在中间做倒手。这帮人天天在社交媒体上带节奏，给媒体喂料抹黑万斯是受到了卡塔尔的影响，目的就是要破坏双方在6月份好不容易搭建起来的停火备忘录框架万斯现在深得大统领的真传，放下精英那一套，直接在节目里面就爆粗口说去死吧说自己的首要是代表美国民众的利益。他还翻出旧账，说以色列这样一个只有900万人口的国家，怎么能指望仅通过杀戮来解决自己面临的每一个国家安全问题呢？你看看这哪里还是那个被盟友利益绑架的美国，这简直是被中东泥潭逼到破防之后的疯狂输出那现在知道为啥格林厄姆一挂整个以色列如上考妣了吧？宫里没人辣之前万斯因为主张对伊缓和，和白宫里的强硬派那是格格不入，严重失宠，那处于被边缘化的意见者的一个状态。但7月4号之后这一轮冲突当大统领的军事手段在中东彻底走进了死胡同，美国发现自己陷入了打不赢、退不了、谈不成的主动性危机时，那谁来破局呢？那就只能是万斯了。白宫现在把他重新推到聚光灯下，等于是捏着鼻子让他来当这个缓和局面的白手套嘛。
一方面通过它来释放外交谈判的信号，尝试给冲突降个温，保住全球能源市场的基本盘；另一方面也是在给国内的老百姓做预期管理，告诉大家政府已经在努力止战了，大统领永远是那个伟大的和平使者。这个角色其实跟2021年之后伊朗的前总统内贾德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